為什麼5台高達裡只有他接近拳法肉身？他沒有那種毀滅級火力，也沒有隱身收割，但只要他擺出架勢，雙臂展開，在戰場上就能把對方撕裂。他不是單純的鋼鐵兵器，而是把拳法、武術、格鬥意識徹底兵器化的戰場武僧。大家好，我是 CM， 這裡是純手工的解析系列。上期我們聊了那台手舉鐮刀，戰爭給我下地獄吧，轟轟轟！而本期我們要聊的是，你拿着掃把在我面前想幹什麼？掃把一揮我就把垃圾掃進你的嘴巴裡。好，咱不扯作品，不說作者，也不管發售年代，不生硬，以輕鬆愉快的方式聊聊這台格鬥能力處於頂點位置的機體。先看個片頭，我得立即開播。在 AC 195年，這是一個戰亂的年代，有一台兇猛的高達一直跟 OZ 激戰，那就是神龍高達。它單槍匹馬從地球一直打到了宇宙，而隨着長期的高強度戰鬥，身體的損傷也越來越大。當來到宇宙後，更是能量耗盡，手臂斷裂。為了繼續戰鬥，以詐降的方式把高達送往了月面基地。好在歐博士在內的5位博士也在裡面。最後，在既兇險又秘密的情況下，讓這台高達徹底而大規模的強化改造。而改造後的最終形態就是本期的主題 XXXG01S2 雙頭龍高達。而它英文名字中的 Ultron 就是雙頭龍的意思。這個名字最直接的由來，是因為原型機的神龍高達是右臂單龍頭特殊格鬥兵器，而現在變成了雙臂雙頭龍。這種全面搭載也讓它真正意義的成為了雙頭龍。另外，它也叫哪吒，這是伍飛對它的愛稱，用於紀念龍媚蘭。作為神龍高達系列最終發展型，它的機動和近戰能力大幅提升，屬於是徹頭徹尾的特化怪物。那為什麼它會這麼強呢？這就要說到這台機的底層邏輯了。歐博士把自己一生所體會、所精通的拳法、體術、槍法、劍術數據全部作為底層代碼輸進了這台機的中央 CPU 裡，但有數據還不夠，為了可以在實戰中運用，所以完美重現了人類武術動作，還把它的全身關節進行了極其瘋狂的拆分，所有的關節都採用了3重甚至4重的分割可動結構。這種在機械工學上的極度奢華代價，也換來了它在戰場上像活物一樣行雲流水、絲滑致命的恐怖戰力。加上它的高達尼姆合金防禦本身就高，這讓它有了面對任何強敵的基礎，正面對撞、極限肉搏都是毫無顧忌。在 AC 195年的大決戰中，它也展現出了魔鬼般的壓迫感，超強格鬥讓它恐怖如斯。而平定戰亂後，其他高達都開始送往太陽進行銷毀，唯獨伍飛不幹了，堅決留下了雙龍高達。在他眼裡，非武裝和平世界也讓他沒了容身之地，所以他開始質疑和平，反對和平，加入了瑪麗梅亞軍。就這樣，他跟希羅直接開戰，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宿命之戰。好，這麼一台格鬥王者到底是怎麼設計的呢？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它的機體設計部分。全高為 16.4 米，重為 7.5 噸，出力為3045千瓦，推力為74760 kg。裝甲材質為高達尼姆合金，在整體設計上以綠色為主色調，而在結構方面可以看出它的結構極其簡單，也正因為這樣，所以讓它擁有了超強的運動性能，特別是在格鬥中充分的把這一個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從上往下看，先是頭部，全面強化的戰爭之眼。雙龍高達的頭部整體設計上基本延續了神龍高達的輪廓。在額頭的位置是它的 V 字形刀形天線，屬於是4級天線，造型特別像龍角。在刀形天線的中央是它的色相傳感，屬於是輔助傳感。在頭頂的位置是它的主色相，前後各一個。在天線的下方是它的雙眼色相。從這裡可以看出，搭配 V 字形天線的色相傳感，它整個頭一共有4個傳感，這也形成了良好的光學感應列陣。向前能保證視野覆蓋的全面性，而向後則保證了後方的警戒感应。
當把裝甲打開後，可以看到在 V 字形天線的兩側是兩座火神炮，口徑不算大，也就60mm，支持連發，主要是用於牽制。如果是打擊軟目標，它也可以，屬於是實用小武器。在頭部的下方可以看到一個尖銳的鈎角，這是模仿龍牙的裝飾。這種裝飾在頭部的兩側還有，可以看到一個類騎士裝甲的骨架，而在裝甲的內側就是它的頭部吸氣排氣的散熱機構。這樣的設計既兼顧了顏值，又帶有了實用的作用。好，頭部講完，小總結一下：雙龍高達的頭部是兼顧實用的碳制中樞，4級天線給了它探測的深度，4個攝像傳感給了它視野的開闊和全面。類龍式的設計不但辨識度拉滿，還帶有威壓感。接下來我們往兩邊看，手臂，這也是雙龍高達最標誌的部位，雙臂龍頭爪。很明顯，從神龍高達的單臂龍爪變成了雙臂龍爪，這也是雙頭龍這個名字最核心的由來。整個手臂本體比較簡約，由基礎的肩胛、上臂、手腕組成，而在手腕的後方才是重點，雙臂龍爪。而龍爪也分為龍頭、伸縮部件，整個延伸組件由5塊正方形可動的方塊組成，每一個方塊由零件連接，像一個蛇腹結構一樣。這種設計讓它有了伸縮柔軟性。如果要比喻的話，就像一條鞭子。鞭子大家都知道可以靈活扭動，甚至可以多維度的扭曲。由於它是塊狀加鞭子的屬性，所以它的伸縮能力可以做到多方位的攻擊，而不是單調的直線伸縮。最大的伸縮距離可以達到32米，也就是本體全長的2倍。這也讓攻擊的範圍拉滿，中近距離不是問題，而它的速度快，完全可以當中距離的射擊武器來用，做到跨空間的3維獵殺。而在伸縮部件的末端就是龍爪了，整個龍爪的上半部分帶有4片鋒利的刃片，在造型上就像龍的鰭狀，但同時伸縮攻擊時它也帶有切割的作用。而下半部分可以看到龍臉，帶有2個眼睛，在龍臉的兩側可以這樣打開，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整個爪前的結構。內側支臂帶有180度的活動範圍，而在支臂的下方是它的爪前，可以進行抓取。在爪前的內側帶有4片锯齒狀的刃口，這些刃口也不簡單，屬於是高熱熱能刃，一旦抓住可以直接撕裂對方，不管對方有多厚，都難逃這一擊的切斷。而當整個爪前往上收時，整個龍爪就會形成盾的形態出現。由於它本身也是高達尼姆合金，硬度絕對有保障，可以毫無顧忌地抵抗所有的實彈和光束，搭配上光束3叉戟，遠近格鬥妥妥的，可以大膽地說我要砌10個。好，手臂講完，小總結一下，雙龍高達的手臂可以說是絞殺的核心殺器，遠程牽制，近身必殺，雙作用於一體。伸長時，它能跨越空間，成為立體的長鞭；咬住對方時，它是高熱的巨龍之爪，能控能殺；而當收前時，它的防禦極高，可以作為鋼鐵之盾。接下來我們繼續往下走，那就是腿部了。腿部的特色不多，我就簡單的講講設定集裡面的一些部件內容。整體設計上依然是極簡的風格，在膝蓋和小腿的側面有龍牙的設計，這有助於提升它的辨識度。大腿的內側用的是交叉骨架，可以承受極限動作的支撐。在膝關節下方的內部是2條出氣缸，為瘋狂肉搏設計，用於輔助減震緩衝系統。在腳部的首位是專門為關節高強度運作而設置的散熱冷卻裝置，所以整個周圍都是冷卻軟管。由於是簡單的講講，這裡就不總結了。好，我們繼續往後看，推進背包，強力推進大氣層內的外掛。雙龍高達的背包其實不是原背包，而是由瑪麗梅亞軍為它準備的，跟巨蛇的背包是一起開發的，因為要考慮大氣圈內的安全減速。從外形上來看，比起原背包，它大了整整1圈。在背包的下方是2個大型的噴射器，推力完全夠用，不管是宇宙還是大氣內，飛行和極限的機動力直接拉滿。在背包的四周是它的直視控制噴嘴，這也讓它的轉向和位置方向的控制更加的靈活。而在背包的上方有一個艙門，裡面是一個巨型的降落傘，由引導傘和主傘組成。當使用時，先是小型的引導傘利用下降的速度牽引了主傘，接着背包就會炸開艙門，巨大的主降傘就會把高達死死的拉住。
當然，為了不影響雙龍高達打架，只要一個按鈕就可以把整個背包解除拋棄。這個時候，有人可能會說了，高達了還要用降落傘，這也太扯了吧？還真別說，四郎就是第一個這麼幹的人。你要是說扯，他第一個出來反抗。雙龍高達其實也一樣，雖然裝甲是高達尼姆合金，本身夠硬，能突破大氣層，而突破後靠那幾個推進器，當然也可以減速，就看有沒有這個必要。而這個降落傘就成了最佳的選擇。好，背包講完，小總結一下，雙龍高達的背包既兼顧機動，又有特殊的功效。正常情況下，它是大出力的推進，宇宙地面通用。打開降落傘時，它是大氣圈內的突襲護甲，用完就丟的背包，乾脆利落。這也是頂級格鬥的戰場切入美學。好，最後一個了，我們轉過身看看中間身軀，一個鐵血的核心。雙龍高達的身軀在設計上跟原版的神龍高達其實屬於一脈相承，在胸口的位置是一塊加厚的高達尼姆合金，這塊裝甲可以很好的強化了身軀的核心防禦。在裝甲的正中央有一個特別醒目的倒三角組件，那是它的格鬥視野，也可以看成是格鬥分析裝置，在近戰肉搏時可以更好的分析敵人的弱點。我們把外甲稍微的打開，可以看到內部的一些結構。整體的框架採用的是 G 系列的框架，緊湊的來，非常的扎實。在兩側的位置是它的肩部驅動區，以胸部為支點，提供了前後可動的最大範圍，再搭配全身多重分割結構，讓關節的動作可以做到絲滑流暢。在身軀的中央是它的大功率主發動機，全身的武裝推進都靠它。我們繼續往下看，在腹部的位置有一道裝甲艙門，打開後就是駕駛艙了。屬於是獨立的球形裝甲球，位置正好在機體的核心部位，既穩定又安全。另外，這個駕駛艙帶有逃生夾艙功能，一旦遇到大破或者絕境，可以直接逃生。好，身軀講完，小總結一下：雙龍高達的身軀是防禦與出力的鐵血核心，核心的駕駛艙提供了駕駛員最安心的防禦，格鬥視野提供了最敏銳的直覺。關節和主發動機賜予了雙臂最瘋狂的輸出，這副身軀也是戰場武僧的底氣。好，看完這台雙龍高達，一台充滿霸氣的機體，駕駛它的人也是一塊花崗岩。接下來我們以聊八卦的方式來扒一扒這位活得特別別扭也特別純粹的駕駛員張武飛。這是一個把正義掛嘴邊的人，而他一直堅信正義的拳頭不夠大，那正義個雞毛。帶着這一種理念，他駕駛了神龍高達，參加了 AC 1955年的流星作戰。面對他認為的惡勢力 OZ， 手拿掃把狀的三叉戟，從地球一路砍到宇宙，眼睛都不帶眨一下。但在過程中，他也遇到了他最討厭的敵人特列斯。本來以為自己的正義是最無敵的，結果被特列斯像鬥狗一樣玩，心態也是崩了。對於心高氣傲的武飛來說，這就像大腦打雷一樣。他也開始瘋狂的自我懷疑，整天想着鬧了半天，原來自己才是個弱雞。而這個打擊還不是最大的，在天秤座大決戰中，武飛開着雙龍高達再次碰到特列斯，看着自己升級的雙龍高達，還有自己全新的理念，打算再戰特列斯，結果莫名其妙就把特列斯的托爾吉斯2給穿爆了。按理說這仇也報了，打也打贏了，他應該開心。但聽特列斯臨死前的話，擺明就是故意放水送人頭的。按照特列斯的想法，就是用自己的死去告訴世人，戰爭本來就是虛無的。這時候，特列斯是自己偉大了，一旁的武飛那就難受了。這簡直就是侮辱啊！老子升級打怪換裝備，本來打算跟你正面硬剛，你他媽跑來送人頭，那我算啥？你施捨我一場勝利？也因為這個事，武飛埋下了永遠都沒法消除的疙瘩和憤怒。隨着大戰的結束，世界和平也到來了。其他4台高達都打算送往太陽進行銷毀，但武飛不幹，直接駕駛了雙龍高達，掉頭就參加了瑪麗梅亞軍，完全站在了反派這邊。當特洛瓦跑來刺探時，直接就把刀架在特洛瓦的脖子上。面對希羅駕駛的里歐也毫不留情。當面對非裔零式的希羅，他忍不住大喊：“我只想確認，這種建立在無數犧牲換來的和平，到底是不是正義？”因為他覺得這幫政客和人類根本就沒有改變，他要為死去的士兵來討伐世界，而且一邊打一邊嘴炮，我們當兵的到底為了什麼而戰？不過希羅也是神志清醒，一句你想要的世界只會讓悲劇不斷的重複，把武飛說懵了。
是啊，當年自己的殖民地就是這麼沒了，整個殖民地多少人啊？隨後他又看到了平民百姓手無寸鐵的去反對獨裁，守護和平。伍妃在此刻也釋懷了，他開始明白，原來戰爭的勝負從來就不是我們這群兵能決定的。平民站了起來，那我也該放下武器了。就此，這場叛亂結束。面對出生入死的雙龍高達，伍妃也親手按下了自爆鍵，看着他化為了灰燼。好，這麼一個執着男開着雙龍高達，那他的實戰表現如何呢？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在 OVA 中他的戰役記錄。OVA 戰役再見已是敵人，在 AC 1955年跟地球聯合反目的殖民地軍發起了最終的戰役。在這場戰役裡，雙龍高達也在其中。只見他耍着三叉戟，把手一舉，一個噴射抓爆敵人。這場戰役最後也隨着飛翼04的一炮，給這場戰亂畫上了句號。世界也迎來了短暫的和平。隨着和平的到來，4台高達也開始廢棄了。但張武飛並沒有把高達送來銷毀，而是加入了瑪麗梅亞軍的陣營。而當特洛瓦潛入禁區後，正準備突襲時，張武飛直接舉刀架脖擋住了特洛瓦，一句住手把特洛瓦看得一臉懵逼。而此時的另一邊，由於莉莉娜的綁架事件，希羅和迪奧也前往了 X18999。當他們倆駕駛着搶來的里歐衝破敵人防線時，雙龍高達擋在了前面，然後翼龍頭甩過來，希羅閃避，直接夾中了另一台里歐，直接夾爆。希羅定眼一看，哦，是伍飛。我們來打一架吧，伍飛說道，然後舉起三叉戟就衝了過來，一個劈砍，希羅快速格擋。你打個雞毛啊，希羅說道。你以為你是正義嗎？張武飛喊道。兩邊快速彈開，張武飛繼續進攻，希羅再次格擋。你還沒回答我，你這算正義嗎？張武飛繼續問道。你好煩，自爆吧你，希羅說道。張武飛直接快速連刺，被里歐格擋加撞開，然後一個跳砍，把里歐的手砍斷，然後加一個斜砍。希羅慢慢的走出駕駛艙，我再說一次，你趕緊自爆吧。此時另一邊的特洛瓦發射了導彈，一片煙霧吹了過來，遮蓋了伍飛這邊的戰場。當伍飛回過頭時，希羅已經脫離了里歐，離開了戰場。戰役結束。接下來是第二戰，雙龍高達 vs 飛翼04。隨着上一場戰役的結束，瑪麗梅亞軍開始行動，大批量的宇宙運輸艦開始前往地球，而雙龍高達也遠觀地球。地球，就讓我看看你的實力吧，伍飛說道。然後開始護送瑪麗梅亞的穿梭機前往地球。在大氣層的外圍，伍飛停了下來，因為他知道希羅會來。在等待的過程中，也回憶起了流星作戰前，正義就是為了打敗邪惡的。而就在此時，伍飛感覺到了飛翼04來了，雙龍高達直接飛升。我絕不允許你來攪屎棍，伍飛喊道，然後翼龍頭連甩，沒打中。喲，這就是你的正義嗎？希羅說道。我只是想來驗證建立在犧牲上的和平到底是什麼玩意。伍飛說完，舉着三叉戟就衝了過來。飛翼04直接拔刀啊滋！現在的人類壓根就沒有變，我打敗了這麼多敵人，地球沒有任何的改變。伍飛激動地說。然後兩機繼續的對砍，伍飛追着希羅打，希羅連閃，但還是被砍中了搜索眼。然後一個回旋砍，伍飛擋格，但還是差點斷手。隨着啊滋！你越是這樣發爛渣，那以前所有的犧牲都白費了。希羅說道。伍飛龍頭攻擊，飛翼04機槍牽制，但還是被打得轉了一圈。然後伍飛盾擋衝刺，啊滋！我們的戰爭早就結束了。希羅說道。所以呢，我們的戰士沒用了，白死了。伍飛反問。然後一個下砍，希羅擋格。你個白痴，不講道理是吧？為了和平，哪裡白費了？希羅說完，推着雙龍高達直接衝往地球。伍飛，你要相信世界啊！希羅說道。我相信你妹啊！我做士兵的代言人，包括你在內的士兵而戰，只有戰鬥，我才能感覺到充實。伍飛訴說道。你小子鬧了半天，原來是這原因。特列斯已經不在了，你糾結個屁啊！希羅勸說道。不對，我現在依然跟你戰鬥着。伍飛發神經了。兩台機突破大氣層，雙龍高達打開降落傘，繼續對砍。我不認同莉莉娜，什麼放下武器就和平，我們士兵算個屁啊！伍飛說道。所以呢？所以你加入叛軍搞獨裁，你就很了不起了是吧？想想歷史，你到底還要死多少人？希羅反問道。隨着雙龍高達一個衝砍，砍爆了飛翼04的胸口，希羅閉了閉眼，飛翼04直接墜入海中。伍飛此時也想到了自己的殖民地，當初因為戰爭選擇了自爆，
這一幕一幕都出現在了腦海裡，這真的會重演嗎？伍妃質問道。這時候的伍妃開始反省了，而只是地球的民眾開始前往總統府，他們沒有武器，但他們需要反抗。伍妃駕駛着雙龍高達站在人群中，一起抗議叛軍。隨着這場叛亂的結束，回到中國的伍妃也親自炸毀了雙龍高達，戰役結束。好，看完他的實戰記錄，他的實力大家大概可以感受到了。那麼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他的武裝部分。首先論距離攻擊，他有火神炮，雖然沒有什麼威力，但好歹也是實彈，牽制是沒有問題的。接下來是龍爪，進攻加中距離範圍又快又準。由於這兩個武裝屬於是機身自帶的，我們剛剛在講機體結構的環節已經介紹過了，所以這裡就不細說了。我們說一個機體以外的攜帶式武裝，雙頭光束三叉戟，這是雙龍高達最強最核心的靈魂武装，屬於是光束長柄武器，中間的柄帶有伸縮功能，不用的時候可以收縮，然後掛在機體的後方，而當使用時，握把的兩側會向外伸展，變成一個極具威懾力的長柄武器。而它的前後兩端可以生成三叉狀的光束刃，這種三股光束同時噴湧的模式，讓它的打擊面直接被拉了最大，甚至可以說是極致。不管是大範圍的砍擊，還是360度的旋轉，或者直接連刺，也是威力和速度並存。另外，整把武器看着很大很猛，但其實它非常的輕。這種把重量控制在極度輕量化的設計，主要是為了可以讓雙龍高達駕馭它時做到最高的靈活度。這也是為什麼拼刀時它的速度極快，加上它本身光束刃的威力，哪怕是非裔零式的高達尼姆合金被它砍中也能砍斷。好，本期的解析就講到這裡，大家如果覺得我講的還不錯的話，請給我點個讚，這對我很重要。而下期我們就看一下重裝高達。好，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讚支持一下，想看更多同類的影片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我是實驗，我們下期見。